到你，却又惊雷起。长夜落日山河灼，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我想，房哲前出刺史府去找王凯，定然令你们喜出望外吧。其实这件事也在我们预料之中。能说给我听听吗？我想这一点，黑衣天王非常乐意为你解释。哦，威儿说的对极了。请吧，狄大人。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黑衣天王。刚刚威尔只讲到了计划的第一部分，其实在这部分当中，最精彩的一点，他并没有讲到。我是在等天王到来，自己向聪明的狄大人解释。我非常乐意。这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黑衣天王卧底在了你的身边。什么？哦，是你？你是黑衣天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的徒弟小桃才是真正的黑衣天王。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黑衣天王。能让断案如神的狄阁老如此吃惊，这是我的荣幸。为了成功潜入你的身边，我们可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首先，我选中了村东头无父无母的小姑娘小桃的家，而后命黑衣圣使将其杀死。我则扮成小桃，住在了那里。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让洪家堡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就是小桃。首先，小桃无依无靠，平常很少与村中之人来往，而且她喜欢女扮男装，所以洪家堡村的人对她的长相本来就不十分熟悉。再加上是黑衣圣使将我带到了村民们面前，说我就是小桃，他们就是有所怀疑，也不敢说出口。因此，做到这一点，倒并不费事。最困难的是第三件，那就是要骗过你的眼睛。于是，
我从说话到着装，再到举止形态，做了很大的变化。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怎么了，先生？我的天哪，这就是凉州城啊！怨我，都怨我！果然，你毫不怀疑地认同了我的身份。我终于明白了，黑衣社为什么要放出那些死亡之神，将洪家堡村全体村民杀死，就是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泄露你是贾小桃的秘密。不错，黑衣社行事一向稳妥为先。那你为什么要潜入到我的身边？当然是为了随时掌握你们的动向，更准确的指挥整个计划的实施。这一点你确实做到了。首先，你从侧面不露声色地引领李元芳将那个2次夜探西厢房的人断定为刺客，而后你又用自己精湛的演技将我们的怀疑焦点都集中到了房哲的身上。可怜房哲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已经被断定为内奸和刺客。随着房哲逃到归义伯府，你们的灾害计划显得更加顺利。你和威尔利用在我身边掌握的讯息，连连向王强发布指令，最终达到引诱我们跟踪王氏兄弟和房哲，找到那些饷银的目的。哦，这一点你已经想到了。其实，在夺回饷银的那天夜里，我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被人利用了。你想一想，我们昨天早晨才使出了敲山震虎之计，而王氏兄弟和房哲到晚上便立刻行动起来。我们希望跟踪他们，能够查到饷银的下落。果然，在这里真的就找到了饷银。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不合理的因素，然而越是这样，越让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同寻常。哼，然而你却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吗？是啊。这一点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在带走饷银的同时，也将死亡之神带出了古堡，带进了你的凉州卫大军之中。什么？你是说那些红蝙蝠藏在承载银箱的驼架之中？哼，怎么又感到吃惊了？其实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这次我们利用大地洞劫夺饷银，并不是为了那500万两银子。本来我们的计划是，饷银劫回之后，将驼架下部的原木掏空，将死亡之神放在里面，再让官府找到这些驼架。于是死亡之神便非常自然地进入了凉州卫数10万大军之中。哼，不出1个月，这支军队便彻底消失了，而且消失的没有任何痕迹。好一个歹毒的计划！哼，然而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计划过于缓慢，有可能会夜长梦多，出现别的枝杈。可当时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然而，你的出现让我感到机会来了。
你是大人物，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灭掉王凯的人。我已经是第2次被别人当作杀人工具。我不明白，以黑衣社在凉州的势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王凯，为什么非要利用我呢？因为王凯是朝廷册封的伯爵，如果我们将其消灭，朝廷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而且，多年以来，王凯一直在试图说服皇帝，凉州存在着一股庞大的地下势力，将不利于朝廷的统治。哼！然而终因没有确实根据，而无法取信于人。一旦我们贸然出击，定会引起朝廷的注意。那么，王凯的目的便达到了，而我们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哦，原来是这样。是的，狄大人。感谢你很好地完成了我交给你的任务，逼走王凯和房哲，查封归义伯府，使伯府地下遍布全城的网道，终于又回到了黑衣社的手中。回到？难道他曾经归黑衣社所有？你可能不知道，归义伯府在100年前，曾是黑衣天王王显的干粮王府。哦，原来如此。而这些网道，则是当年黑衣天王王显为准备与入侵之敌进行巷战而建。因此，这些网道四通八达，几乎可以抵达凉州城的任何角落。有了它们，我的地狱行动就不用再等上1个月，而是几天之内便可以迅速完成。你的地狱行动是什么？地狱行动就是借助死亡之神，将凉州变成一座死城，这样我们便可乘虚而入，夺取城池。据我所知，所谓的死亡之神，就是产于天陀沙漠之中的红蝙蝠，平时以吸食人畜的鲜血和脑髓为生。此物虽然邪恶，但并不具备传播瘟疫的能力。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目前凉州城中流行的瘟疫究竟是怎样散播开来的？哼，狄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红蝙蝠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一旦进入人体当中，吸食大量鲜血，就会发生变异，成为能够传播瘟疫的恶魔。更可怕的是，只要这些恶魔聚集在一起，达到一定的数量，那么它们传播的速度就会更加惊人。于是，我命令黑暗之山的天陀人研制出一种药物果液，可以暂时将红蝙蝠麻醉后包裹起来，而后让当地的村民吞下。这些人就变成了死亡之神的宿主，而我的下属们则领着一批批的宿主进入凉州。你们是哪个村的？我们是城北王家堡的。到城里做什么？看您说的，我们乡下人还能做什么？不过是将村里出产的新鲜山货运进城里倒卖，赚几文散钱。行了，你们去吧。多谢长官。来，快点，跟上。后面的跟上。是要卖货吗？是。走吧。
怎么样，都到齐了吗？总共600宿主，已全部进入地道之中。村民的小部分住在客栈之中，绝大部分则由暗道进入归义伯府，再由归义伯府后堂进入地下网道。当村民腹中包裹红蝙蝠的果液融化后，红蝙蝠感到温暖，就会重新苏醒，并且在村民的体内发生变异。而后红蝙蝠杀死他们的宿主，刺破皮肤飞到外面。只要被他们叮咬的人或畜，就立即成为染病的源头。就这样，1传10，10传100，并且通过空气迅速地传播开来。如今，体内携带着死亡之神进入凉州的附近村民也有600人之多。这就说明，死亡之神传播瘟疫的速度可以成倍，甚至成10倍的增长。果然，短短3天之内，凉州已经变成一座死城。狄大人，你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地狱行动。为了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你们这肮脏可耻的计划，竟置凉州数十万无辜军民的性命于不顾，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真是禽兽不如。狄大人，可惜你吃长数10岁，竟如此冥顽不灵，讲的都是些妇人之仁。谁会为这些人悲哀？即使我不杀他们，他们同样会老死、病死。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这2者之间的分别就是，老死病死乃是上天的旨意，无法违拗；而戕害无辜，则是逆天行事，绝不会有好下场。哼，至少我认为，我们的下场要比你好得多。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凉州是黑衣社的天下，而你呢？你有的只是那些感染了瘟疫的废人。如果老天真的帮你，你可以去试着救助那些染病的傻瓜，说不定你能办得到。狄大人，事到如今，你已是孤家寡人，就不要再嘴硬了。你们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到了这步田地，狄大人居然还有故事讲给我们听，哎，真是令人敬佩。好，反正时间还有的是，就请讲吧。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千岁大业中期，一群西洋武士涌入了甘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时王家堡的奇女子王仙儿组织本村村民杀敌自保，因作战勇猛，威震甘凉。这支队伍被称作黑衣团。随着黑衣团的势力越来越大，王仙儿麾下不仅有附近各地方归附的正规部队，更收留了很多被他们俘虏的西洋武士。要管理这支队伍很不容易，而王仙儿又是个行事极端且仇视男人的怪癖女子，于是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显，组成了黑衣团的核心力量——黑色玉女军。想不到你还知道黑色玉女军。
这个核心之中，除天王王显外，另有8位圣骑士，而这9人都是未婚女子。他们秘密聚会的地点被称为黑暗之山。同生死，不相弃，致干粮，成大业。自此，王显和他的8位姐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随着权力欲的急剧膨胀，王显率黑色玉女军的姐妹们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不但大肆残杀并肩作战的同袍弟兄，更有甚者，竟使用歹毒的手段残害治下百姓。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对你们这些胜利者来说，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哼，这句话说得不错。不管你知道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现在都已经为时太晚了。王显经过多年的大肆掠夺和残酷迫害，终于迫使当时以4面楚歌的前隋皇帝杨广封他为干粮王。刚刚你说过了，王府就在归义伯府之中。哼，不错。然而好景不长，短短1年功夫，大唐一统天下，太宗敕旨命干粮归治。此时已近乎疯狂的王显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他与黑色玉女军的姐妹们亲自披挂上阵，抵抗兵锋正锐的大唐军。那一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黑衣团主力大部分被消灭，王显率领不到2000人返回凉州。而此时大唐军前锋逼近凉州城下，王显一面下令将全城百姓逼上城头守城，一面将仅剩的2000余人转入王府地下4通8达的网道之中，准备与大唐军进行最后的巷战。而他自己则是返回黑暗之山，与姐妹们商议下一步的对策。就在这个时候，黑衣团内一些有良知的成员终于不能忍受王显的残暴、独断与疯狂。他们认为这样的抵抗全无意义，是拿全城百姓的生命作为赌注。因此他们赶到黑暗之山，想要迫使王显向大唐投降。就这样吧。好。好，怎么，有事吗？天王，唐军已兵临城下，黑衣团无力与之抗争。这种情况下，再做抵抗也毫无意义，只会让百姓们无辜送命。因此，恳请天王遣散守城百姓，向唐军投降。哼，我王显的口中绝不会说出投降2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迫使天王就范了。姐妹们，你们看到了吧？这些脆弱的男人，只要遇到危险，便想到投降和叛卖。我早就说过，男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天王，请你不要逼我。上！啊！
我还会回来的，还会回来的。黑衣天王永远不死。王显死后，王孝恩率部向唐军投诚，被太宗皇帝亲封为归义伯。这个卖主求荣的恶棍，该当掘坟鞭尸，叫他死后难安。这个王孝恩，便是王凯的先祖，我说的不错吧？不错。然而黑色玉女军却没有被完全消灭。就在王孝恩率部逼宫时，有一位圣骑士重伤倒地，却并没有死。这位圣骑士逃出升天，伤愈之后便四处活动，聚拢那些忠于王显的失散部下，暗中组成了现在的黑衣社，而他自己便成了黑衣社的第一位黑衣天王。然而，按照黑色玉女军的宗旨，黑衣天王都必须由未婚女子担任，因此黑衣天王的传承方式是禅让制，就是由上一位天王选好接班人，传承接续。说得不错。选择黑衣天王的接班人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过程，这中间要承受很多非人的磨难。这一点我绝对相信。王孝恩被封为伯爵后，亲自率领手下人封闭了伯府地下的网道，并摧毁了黑暗之山。然而几年过后，他发现黑衣社竟然又重现江湖，于是他立即组织了一支力量，与朝廷联手对其进行围捕。然而收效甚微，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这支力量也转入地下，通过各种手段与黑衣社进行较量，直到现在。是的，只可惜不久前，这支力量已经被你亲手消灭了。我之所以从头说起，其实是想将故事讲得更明白一些。黑衣社与归义伯府近100年来不停地争斗，双方互派内线进行卧底，刺探对方的消息，而后再施以攻击。然而近些年来，黑衣社的势力在凉州地区迅猛发展，从力量上讲，王凯已经根本无力与之抗衡。他几次上表朝廷，却得不到重视，因此他一直想要找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举摧毁黑衣社。而卧底梅香是他最大的希望。果然，梅香不负厚望，查到了黑衣社将发动大漠劫饷的行动。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将消息传出，便死在了王家堡。而房哲的意外到来，才让王凯得知饷银被劫之事。什么？朝廷给饷银被劫？正是，一群身穿黑袍、戴面具的歹人在饮水中下毒，毒杀了解元大军。
隐藏在大军之中的内奸便是副将廖文清，而今我是走投无路，百口莫辩，我只能前来请你帮忙。一定是黑衣社。黑衣社？方兄，听你方才所说，劫持饷银、毒杀大军的歹人必定是黑衣社的成员。可梅香为什么没有传信呢？哦，方兄，不要紧，社弟王强便是愚兄安插在黑衣社中的卧底，我已经叫他来了。什么？劫持饷银？你不知道？此事确实不知啊。二弟，你身在黑衣社中卧底，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哎呀，大哥有所不知，黑衣社中的规矩极其森严，一切行动都是单线联系。二弟，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将此事大探清楚。也许这是个消灭黑衣社的绝好机会。只要找到饷银，我便可以以此为据，请朝廷出兵，彻底消灭黑衣社。王强回去后，立即向威尔禀告了此事。这正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于是，威尔指示王强将饷银存放的地点告知王凯和房哲，并带着二人前去寻找，这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不错。然而，当我们夺回饷银之后，我隐隐地感到事情有些不对。黑衣社怎么会让我们如此轻易地找到饷银呢？而且在找到饷银之后，他们竟没有采取丝毫的反制措施，这正常吗？当然不正常，是我们故意引你去找到饷银的。于是，我开始回思本案经过的所有过程。我突然发现，对王凯和房哲身份的判断，竟然从来没有过丝毫直接的证据，有的只是威尔的陈述和李元芳他们暗中观察、跟踪王强所得到的一些结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了王凯与王强在一起，就断定王凯是黑衣社的成员；我们看到了房哲跑进归义伯府，就断定房哲是内奸。而这种看似简单的判断，其内中却有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一只黑手始终在暗中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想到了这一层，我决定首先弄清大漠结响的真相。果然，在昨天夜里，我夜审廖文清，终于明白了，真正的内奸并不是房哲，而是副将廖文清。我们怎么不知道？你曾夜审廖文清？因为当时我已经开始对你们产生了怀疑。是吗？我倒想听听你是怎么怀疑我们的。在查抄伯府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本书和一张牛皮地图。那本书的名字叫《黑衣圣骑士王肖恩年记》，书中记载了当年黑衣团的历史，以及王肖恩家族与黑衣社的恩怨。这些刚刚我都已经说过了。看到这些，我立刻想到了王凯非但不是黑衣社的成员，而且很有可能与我们的目的相同。那么，既然如此，是谁在暗中将我们破案的矛头引向了王凯？又是谁将内奸和刺客的矛头指向了房哲呢？当然是你们两个人。狄大人，现在你好像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吗？在我们出发跟踪王氏兄弟的那天下午，我的管家狄春对我说起了一件事情。威尔姐，是狄春啊。哎，威尔姐，
小桃呢？哦，上街买药去了，他让我帮着照顾一下病人。刚刚我听到房中有人说话。什么？这间房子？是啊。可能是我在自言自语吧。是这样。狄春对我说，他听到西厢房有低低的说话声。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然而当对你产生怀疑之后，这些曾经发生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注意的小事，一下子跃入了我的脑海。于是昨天夜审廖文清的时候，我终于从他的口中得到了答案。大人，廖文清两世为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只求速死。你出卖了自己的同袍，令3000大军横死大漠，换来的是什么？是一场杀身之祸。所幸你良知未泯，天理昭彰，碰到了我们，将你救下，这才幸免于难。你活下来了，可你想到过没有，那些在大漠之中无辜死难的军士，他们的家人会作何感想？大人，求求您别再说了。廖文清，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再好好想一想，也许我们今日的谈话，你还漏掉了什么细节啊？也许对我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大人，大概在几天前，那时候我经常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中。我知道你听得见，我是前卫圣骑士，就在你身边。记住，不管有任何人问你任何有关大漠行动的问题，你就将一切责任推到房哲身上，否则你的死期便要到了。听完了这番话，我便已经确定，威尔是黑衣社潜伏在我身旁的卧底，其目的就是要将我们断案的矛头引向王凯，假我之手灭掉归义伯府，一来除掉心腹大患，二来利用伯府地下网道，达成你们歹毒恶佞的计划。既然你早就发现了我的身份，为什么还要将我留在你身边？这岂不是养虎遗患？聪明的狄大人竟做出这样的蠢事，这倒令人很不理解。你不要着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对于小桃的怀疑，则是从前天夜间发生在西跨院的那场刺杀开始的。哦，我也露出了破绽。啊，狄大人现在一下子都想起来了。是啊，你当然露出了破绽。首先，既然你看到了刺客的身影，只要去西厢房通知狄春就可以了。你又有什么必要将药罐放在后院的石桌上，自己去跟踪那个刺客呢？而且你想到过没有，你跟踪刺客之后，再转回到后院的石桌上取药罐，而后再从后院走到西厢房向狄春说这件事，这中间要耽搁多长的时间？动作再慢的刺客也会在这段时间中探查完毕，离开西跨院。那么你的跟踪还有什么意义呢？作为一个精明的女孩子，难道你连这一点都想不明白？你又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呢？所以，当我听完狄春的叙述之后，就感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我将当时的情形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小桃姐，你们来啦！哎，有个黑影跑过去了，你们看见了吗？没有啊。出来吧。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